召唤过铠甲的都知道，铠甲自身的实力有强有弱，但在这个同时存在刑天拿瓦炎龙的平行世界，却有人妄想使用拿瓦铠甲打败帝皇铠甲。要知道，帝皇铠甲乃是集其所有五行之力才能召唤的王者铠甲，而拿瓦却只是人类利用火元素研究出的平民铠甲，不仅是一个人人都能召唤的垃圾铠甲，甚至还有人嘲讽他连一只普通的异能兽都打。但我对此却嗤之以鼻，因为我知道召唤人的心性也是决定铠甲实力的重要因素。曾经端木大将军就凭借最垃圾的拿瓦铠甲独自杀穿了欧克瑟大军，而此刻穿越成端木燕的我在面对异能兽的攻击时，却只能袖手旁观，因为刚穿越我还没获得拿瓦铠甲召唤器，仅凭肉身还不是异能兽的对手。此刻地铁站车厢内的人为躲避异能兽的攻击，纷纷朝后面的车厢跑去，而在我身边的校花马玲玲也是拽着我的胳膊就往后面的车厢冲去。突然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这座地铁站彻底陷入混乱当中。而在车厢内，信男刚参加完钢琴大赛，准备坐着地铁回家去，却没想到遇见了异能兽，哪有坐视不管的道理，当即甩了甩手，掏出召唤器，炎龙铠甲合体。霎时火红色铠甲覆盖全身，将他整个包裹。一头体型巨大的异能兽从车厢内猛扑过来，目标直指信男。面对异能兽，信男毫不畏惧，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。1对1，信男毫无压力，一击之下，异能兽被砸翻在地，但他依旧悍不畏死地爬起来，再度冲向了信男，找死！见状，信男冷笑一声，脚步迈出，一记鞭腿踢向异能兽的脑袋。这一脚蕴含巨力，直接把异能兽踹飞出去。异能兽痛苦哀嚎一声，有些忌惮地看向信男，时不时地朝着后面后退几步。是铠甲勇士来救我们了，居然是我的偶像炎龙侠呀！乘客们见到异能兽退缩，纷纷兴奋无比，激动万分地看着那个男人。可紧接着一阵阴寒狂风吹来，让众人不由哆嗦起来。众人看去，只见那只异能兽的身边又接连出现了4道身影，他们体型庞大，背部布满鳞铁，宛如蜥蜴。这4个异能兽都有1.8米以上的高度，实力强劲。他们同伴刚被炎龙侠打倒，所以几人同时将愤怒的目光投射向炎龙侠。1打1炎龙侠不虚，1打3炎龙侠也可以勉强应对，但1打5，即便是炎龙侠也没有十足的保。于是炎龙侠只好去联系美珍。只见其中一头异能兽吐着舌头，散发恐怖气势。这一次炎龙侠不再轻敌，拿出烈焰刀。美珍，情况有变，需要支援。对面出现了5只异能兽，东山他们什么时候能过来？信男，东山他们正在赶来路上，大约还需半小时左右。电话那头美珍的声音有些焦急，那我坚持半小时吧。炎龙侠沉吟一声便挂断电话，双眸灼热地盯住眼前5只异能兽，另外4只异能兽齐齐发出一声低吼，随后一起朝着炎龙侠冲了过来。一时间炎龙侠瞬间落入下风，很被动地抵抗着，身影也越来越狼狈。炎龙侠咬紧牙关，全力催动体内的火元素，一道道烈焰喷薄而出。然而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无法给予这几只异能兽太多伤害。炎龙侠眉宇之间满是凝重，看着越逼越近的几个家伙，手心里已经冒出冷汗。难道今天就要死在这里吗？丁，端木将军系统绑定成功。正抱着怀中马玲玲的我，听见耳边传来的系统声音，我知道自己作为穿越者的外挂了。宿主作为穿越者，同名为叫端木燕，请宿主不要辱了端木将军的名号。宿主越正义，实力越强，正的发血，终将无敌。我本端木无限无敌，开启新手大礼包，恭喜宿主获得拿瓦召唤器。闻言，我的脸上终于露出几分笑意。玲玲乖乖的在这等我。我松开怀里的马玲玲，端木你要干嘛？马玲玲疑惑的看向我。可我却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朝着炎龙侠他们走去。此刻炎龙侠和几只异能兽打得十分激烈，炎龙侠凭借自己超人般速度躲避着异能兽的攻击。突然炎龙侠的瞳孔猛缩，只见他的脚下突然窜出2条藤蔓，瞬间将炎龙侠缠绕起来，并且迅速收紧。炎龙侠惊呼一声，感受到藤蔓的勒紧，他拼命挣扎着，想要摆脱束缚，但任由炎龙侠怎么努力都摆脱不掉。炎龙侠脸色惨白，眼神逐渐涣散，完了，他要被困死在这里了。这时一股冰凉的水流从地铁缝隙间流淌而下，顺着藤蔓的缝隙钻入炎龙侠铠甲之内，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信男身上。下一秒，信男的铠甲被迫解体，身子失衡摔倒在地上。信男挣扎着爬起来，绝望地看向那5只异能兽。东山他们还没有赶来，面对这5只异能兽，铠甲解体的炎龙侠也很无能为力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机械音传来：大击不法，歼灭罪恶，焰之拿瓦，吞噬某焰的力量，合体。铠甲合体，我取出拿瓦铠甲召唤器，将铠甲融入自己的身躯之中。刹那间，我全身泛起金光。信男看向我，整个人都僵硬了。这是在此之前从未见过的铠甲呀！在此之前，这个世界只出现过5型铠甲，这突然出现的第6个铠甲，让信男很懵逼啊！这是铠甲勇士，可是就连炎龙侠都不是这5只异能兽的对手，他可以赢吗？依我看，我们还是赶紧跑吧。就连炎龙侠都败了，这什么不知名的铠甲估计更惨，估计他坚持不到3分钟就会被异能兽给击杀。地铁内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着，纷纷认为我必输无疑。此刻我站在原地，身上的金属铠甲闪烁着光芒。看到这里，一只异能兽狂傲的大笑起来，区区一个不知名铠甲勇士，竟然也敢挑衅我们异能兽，简直不自量力。其余几只异能兽也纷纷咆哮起来，他们眼底满是嘲讽与鄙夷，根本不把这个铠甲勇士放在眼里。而我却淡漠的冷笑一声，没有说话，缓步走向几只异能兽。看到我居然迎战，几只异能兽都愣了一下。你一定要小心，他们很强的，拖到我队友他们来了就可以。信男躺在地上艰难的喘息着，提醒了一句。然而我却轻蔑一笑，你们谁先来送死呢？此话一出，几只异能兽都愤怒，霎时间5只异能兽咆哮着扑向我，他们的身后浮现各式各样的异能，我求雷霆飓风冰刀，铺天盖地的朝我袭来。我则不屑一笑，手臂一挥，手掌之上瞬间出现一团巨型火焰，随即手指朝着前方轻轻一点，火焰化作流星飞向四周，瞬间便将冲来的各种异能吞噬殆尽。
殆尽，火焰焚烧一切。眨眼之间，5只异能兽所释放的异能皆被湮灭。看到这一幕，5只异能兽皆露出震惊的表情。这可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异能，可现在居然被一个不知名的铠甲勇士用一招给泯灭了，太恐怖了！我嘴角勾勒出一抹残酷的弧度，缓慢迈步朝几只异能兽走去。每踏出一步，气势便攀升1倍。你们还有什么招数吗？我语气中充斥着浓浓的不屑。以1打5，优势在我。对付这5只异能兽，我连武器都不需要使用，你找死！一只火系异能兽愤怒地咆哮起来，下一刻它身体腾空跃起，张口喷吐出炙热无比的岩浆向我卷去，周围的温度瞬间升高了好几度。面对如此可怕的攻击，我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伸出手掌竖中指，紧接着右腿踢在一只异能兽胸膛，恐怖的冲击波席卷四方。这只异能兽肋骨断裂，庞大的身躯飞出数米远，紧随而至，我的左腿再次踹在另一头异能兽脸。那只异能兽直接倒飞出10多米，重重砸到墙壁之上。最后一个异能兽见状，顿时吓得亡魂皆冒，他转身想逃跑，却被我一记鞭腿抽翻在地。随即我抬脚踩在这个异能兽脑袋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怎么样，还敢跟老子嚣张吗？狠狠抽了他2拳头，将他打晕过去。做完这些，我才拍了拍手，目光淡漠的扫视其余4头异能兽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剩下的4头异能兽互相对视一眼，然后一起朝我扑来。我依旧站在原地，双手负背，仿佛根本就没把这4头异能兽放在心里一般，不自量力。说话间，我抬手凝聚出一道强悍无匹的火焰，狠狠劈落在一只异能兽身上。那只异能兽浑身焦黑，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。剩下3头异能兽同时仰天长啸一声，随即全都向我发起猛烈的攻击。他们知道，唯有联合起来才会给我带来致命的威胁。我眼底闪烁着嗜血的杀意，既然想死，那就成全你们吧。只见拿瓦铠甲一步一步走向3头异能兽，每踏出一步，都像是踏在他们的灵魂之上，让他们感受到深沉的压迫和窒息。一拳砸在一只异能兽的腹部，那只异能兽顿时痛苦的哀嚎一声，倒在地上。是你们自行了断，还是我送你们一程？听到我冰冷刺骨的话语，其中的一只异能兽吓坏了，急忙说道：“求求你别杀我！”闻言，我嘴角浮现一抹诡谲的笑容：“你求我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”随即抬脚踩住异能兽的脑袋，然后猛地往前一蹬，将异能兽的尸体狠狠地甩出去。异能兽的尸体撞在墙上，当场变成肉末。我收回视线，目光森寒地看向另外2只异能兽。我给过你们机会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2只异能兽跪在地上，拼命地磕头求饶。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了，面对我，他们甚至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。我却冷冷一笑，走到他们面前。晚了。话音未落，便挥舞着拳头狠狠揍在另外2只异能兽身上，直接将2只异能兽当场击杀。仅用3分钟，我便解决了5只异能兽。这一幕可直接把信男看傻了呀！信男，我们来了！东山他们终于赶来了。他们4位来到现场，第一时间变身铠甲勇士，看到满地血腥，他们惊愕不已，立马掏出武器瞄准我。我冷眸看着他们，我劝你们最好乖乖放下武器，否则我不介意把你们也解决了。